外婆，火到湘江了，你可要照顾好自己。等我在这边办完事，就接你回华国。华国的医疗对您的病情有更好的帮助。况且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回来吗？放心，签证的事我能搞定。协会那帮老头答应过我。你们丢的东西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放肆！那是一船捐献给祖国的古玩，其中还有几副珍贵的月中刻贴。当年要不是看上你们程家那门束手断右的绝学，协会怎么会收留你爸这个卖国贼？简直就是我们的耻辱！哎，别提那个男人，我和他没有关系。许许啊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偷学鉴定的功夫，现在正是证明你自己的机会。你只要陪我们把安排好的新娘嫁入私家，找回丢失的古玩，你和你外婆回华国定居的事儿，协会可以帮助解决。你也知道，你外婆的病越来越严重，一切都是为了外婆。你，城主，我马上去叫救护车。来不及了，这是辉爷的信物，你拿着它跟死尸的继承人结婚。什么？我？金少，二少爷的车追上来了。爷真是发癫，自己娶不到人家，非逼我们娶人家的后代替他圆梦。要是那香香妹长得很丑怎么办？乖儿子，不用担心，妈妈会帮你搞定的。哼！金少，你可别怪我多嘴啊。董事长虽然说谁娶了戴平安扣的女人，谁就是司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但这未免也太……娶谁都无所谓，司氏只能是我的。肉肉的手腕上绘着司氏的标志，失踪的文文一定跟他们脱不了干系，这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不行，我不行。再说了，司家的人已经到楼下了，你以为你还能全身而退吗？你威胁我？许许，还有你的外婆，难道你们想一辈子被人马拜孔明吗？你外婆这个病要不了半年，她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包括你。照地堂，妈妈，我要回家。先生，我是司家继承人的新娘程许许，我的伴娘被人杀了。废物，杀个人都杀错。哼，吓坏了吧？没事的啊，阿林，去搞点喝的来，给新娘子压压惊。那新出的芒果味。这是我儿子思林，人很好，超会疼人的。谢谢啊。你家里人不是说你芒果过敏吗？我是你的未婚夫，思婷。
你发癫啊！就是啊，多少你也要问问人家女孩子的意思。我想，你一定会答应的。是你，小花为了杀我，真是煞费苦心。秦少，我去那边引开他们。去吧。你出现有画面是错觉，它让我迷失在荒野。我更也去妥协，从摇曳白昼尽飞给夜撕裂。5000块买你一个吻。你出现有画面是错觉，它让我迷失在荒野。追！我更也去妥协，风摇曳白昼尽飞黑夜撕裂。这是我要当伴娘的裙子。阿婷啊，以后对徐徐好一点啊。从今日起，司氏集团将正式由司庭接管。好。阿婷啊，你要敢对徐徐不好，爷爷随时收回你的继承权。爷爷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对徐徐的。恋爱都没谈过，就直接成新娘了。唉，得赶紧和协会联系上才行。你要联系谁？收废品的老伯啊，你看这些都还没喝完，肯定能卖不少钱。你不顾性命当这个替嫁新娘，就为了捡这点拉钱？我很缺钱的嘛。程小姐，我在车上说的交易仍然有效，5000块。乍借低垂的眼眸，隔绝热烈情动，彩霞悄然映上了面容。要不要试试？灯火暗淡后，蓦然浮现，屋檐下灯晃的光线，如是爱滴落，暗自祈愿，再为世间说声名言。不敢。转账5000块。徐徐，给我出来！当上少奶奶就忘记我这老家好了。秦少，这个人在外面一直在乱喊少奶奶的名字。陈徐徐，说好帮老子还债的，钱呢？我马子傍上大款了，还不允许我分口汤啊？啊！你够胆，敢睡了我的女人，总得做出点补偿吧？你在说什么？那个思婷，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，我和他单独聊一下哈。不用了，我可以给钱。行，那我等着啊。程徐徐，我还真是高看你了啊！不过也好，有把柄的人才能乖乖听话。
我给你签半年，每个月5万，陪我出席活动的钱另算。有钱人的钱这么好挣吗？5万？怎么，嫌少？那我给你升到50万，逢场作戏，这个价格不低了。不过你得给我管好你和你那个小男朋友的嘴，否则我就把你们扔到海里去喂鲨鱼。好好，让我天天喂鱼都行。当初那批古玩是委托司家来运输的，3天之后，司庭会面见外籍船商詹姆斯，协会怀疑他们会借机转运。你到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拿到司庭货单。你带我去嘛！带我去！不行，今天和詹姆斯的会面很重要，不能带你去。你就是不想让我挣外快。哼，你个小气鬼！谁呀？一大早敢欺负我们徐徐？爷爷，司庭他嫌我土，他说带我出去丢人。你个臭小子，不知道听老婆话能发达吗？徐徐是咱们司家的少奶奶，你带她出去天经地义，你怎么能说她土呢？爷爷，我没有。徐徐啊，我们不生她气了，吃饭啊。喂，司庭，你看我穿哪套比较好？这些都不合适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想反悔？爷爷都说让你带我去了。天少，查清楚了，那男的确实欠了不少赌债。还有那个程许许，再查查。我不相信。你确定要跟我去？不去的是小狗。这啥啊？汪！司庭，我能不去了吗？不行。司庭，我不去了。怎么穿？嘿，詹姆斯。嘿 ，Tim。Oh my god！ 你有病吗？你说穿这个最合适，又没说怎么穿。詹姆斯，这位是我的太太。哇哦，司太太，真是 interesting。坐吧。在司家为了演戏都不能好好吃芒果，今天我要吃个够。Tim， 我说过，谈合作的时候不喜欢有女人在，尤其是这种没教养。She looks so tacky。詹姆斯，在我这里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如此对待一位女性。嘿，这只是个玩笑。侮辱别人不是幽默，詹姆斯，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工作伙伴。在你们的合同里有一条不使用本地船员的规定，我非常不喜欢。我们华国人从不跪着做生意。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合作伙伴。天少，通知宏远集团，我们愿意合作。是，宏远集团那个华人航运界的龙头。没错，我们司事一直都有更好的选择。我只是想给詹姆斯先生一个机会而已。可惜你有眼无珠。什么？你骂我是猪？好了，太太，我们没必要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，走吧。
原来他也不只有冷漠和算计啊！没想到你还挺有骨气的嘛。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英雄救美，只是，即便你是我名义上的妻子，也轮不到别人对你指手画脚。这可是另外的价钱。田少，这是这次的货单。找到了。你拆屋呢？你怎么不穿衣服？合同里没有这条。我睡衣在你手上。对不起啊，我洗干净还给你啊。不用了。站着。你翻我东西了？我没。陪思婷见客户，一次2万块。你刚才就写这个？不然呢？万一你赖账怎么办？那这里是2万2千块，附赠10%的小费。司太太，麻烦你把它收好。哎，你又要干嘛？晚上早点睡。幸好我够机灵，拍照保存就好了。喏，货单发你了哈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。辛苦啦！不过还有件事，根据可靠消息，失踪那批古玩里，其中有一副月中刻贴会在下周被拍卖，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拿回那张刻贴。喂，没有完没完！你当这是在拍 TVB 呢？价值连城的文物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不做，你们谁爱做谁做。你们有完没完？我不做，你们谁爱做谁做。我做，我做。那，这可是协会给你外婆安排的最好的疗养院。如果你外婆知道你在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，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好久都没有看到外婆这么开心了。而且你放心，协会早有准备。这是梁子谦，他是湘江最有名的古玩鉴定师。你只要用我们给你安排好的身份去接近他，就有机会拿回那张刻贴。结婚当天，偏偏伴娘死了，8点档都不会这么拍了。就算它不是假的，也够晦气的。阿贝，
要是嫁过来的人是你，我做梦都会笑醒的。发生这种事情，大家都不想吧？南启，虽然我和阿婷从小一起长大，可终究是有缘无分。唉，是。哎呀，那不是程许许吗？手拉着手，不就是在调情？这肯定是要去开房了。等下被我们捉奸在床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。走。阿婷，我们这样冲进去是不是不太好？会惹婷少生气的呀。不会的，我抓我家儿媳的奸，天经地义。阿婷，你疯了？怎么是你呀？不是我还能是谁？阿婷，你别生气，是阿婷看见程小姐和一个陌生男子手拉着手，好像很亲密的样子。小妈，你要是眼神不好，就让李小姐陪你去医院挂眼科，张口闭口就有捉奸，传出去，私家的脸都被你丢光。程许许，算你狠！真是硌死我了！哎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你最好把芒果给我戒了，我时间宝贵，不可能次次来酒店陪你开房吃这个。我不要，这只是我的一个小爱好。我在私家要装作芒果过敏，出来还不能放肆一下吗？在你眼里是爱好，在别人眼里，这就是用来拿捏你的把柄。要不是你这么不小心，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哼，你不是说在房间里等我吗？小妈看到你们，这次来捉奸。刚才真是好险，多亏你了。上一秒和男朋友手牵手，下一秒就和我在床上接吻。程雪雪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你们就是这样牵手的吗？怪了你的心情，怪我。他有像刚刚那样怀疑你的坦白，怪我。还以为真的我值得被爱，我怎么能够让我看得开？你怎么能说这都不算爱？你可以怪我爱太过，爱真的拜托，爱要怎么走出来？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现在是司太太。合同里可没这一条。既然你记得这么清楚，那就麻烦你好好遵守合同，别再给我惹是非。钟凯文这个骗子，用保洁的身份怎么接近啊？就说我是来大扫除的，一块破石头而已，也敢拿这里来丢人现眼？嘿呀，这可是我们家3代传家之宝啊！湘江大学的教授就能这样践踏别人的尊严吗？收声吧，阿婶儿，好好扫你的地，别在这儿耍威风。鉴定
凭事实说话，学问也无关身份。就算你是个大教授，照样也有可能会走宝。哼，你说我看走眼？难道这破石头里会有钻石？钻石呢，倒是没有，不过这里面倒是有块上好的和田玉。姑娘年纪轻轻，口气都不小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呀？这还不简单吗？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这不是私家的翡翠平安扣吗？你难道是私家的大少奶奶？真的是传家之宝啊！比起谁谁谁的太太，我更喜欢别人称呼我的名字，程徐许。小吴啊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了。杨教授，我跟了你3年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这种心有杂念的人，哪怕再跟我30年，也不会有任何进步的。程旭旭，我很欣赏你的专业能力和人品，有兴趣做我的助教吗？不是吧，这么容易？我难道是做卧底的天才？当然可以了，那我明天来报道哦。庭少，程小姐的背景调查清楚了，她挺可怜的，从小在南阳长大，母亲死得早，父亲也下落不明，只剩一个外婆相依为命，和钟凯文这个男朋友。钟凯文现在有动静吗？他这几天不在湘江，可能出去躲债了。毕竟赌徒嘛，收不住手很正常。这女人选男人的眼光可真差。她现在在哪儿？怎么当上助教了，还要扫地啊？都怪钟凯文，给我找的什么好工作？等等，刚才那招玲珑一握是南阳傅家的绝学，无论什么石头，一握便知好坏。除了傅家直系，旁人根本没有资格来学。我和司董事长向来交好，竟想不到他的孙媳妇儿和傅家还有牵扯。程旭旭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啊？是吗？这是小时候别人教我的，或许他是在哪儿偷学的吧？程徐徐，你难道是程之洞的女儿？她现在……哎，我可不知道她在哪儿，她的事儿也和我没有关系。之洞兄当年和我号称剑宝双绝，一时风头无两啊。可惜后来行差踏错，他竟然干起了倒卖国宝的勾当。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徐徐啊，你家学深厚，3天后的拍卖会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你在做什么？完了，他不会听到我掉马了吧？我给你的钱，你全给那个钟凯文了。思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这儿多久了？堂堂司祖，你竟然在那儿偷听！你想多了，爷爷叫我来接你回家吃饭，但我没想到堂堂私家少奶奶为了倒贴男人，跑到这儿来扫地来了。没听到就好。那怎么了？难道就许你们养女人啊？再说了，我这叫自力更生，我还买车了呢。买车？什么车？庭少，我们真的要这样回家吗？不然呢？思婷，求求你下来！
你不是要自力更生吗？加油！狗男人！这堵车也太严重了，庭少，这可怎么办？董事长说今晚7点必须到家吃饭。司大少，要不要坐我的车呀？只收你这个数哦。早知道你这么重，就应该多收你3000块。拜托，现在是我在骑呀！哎，快点，要下雨了。我再努力了，上坡呀！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淋成这样了？快去把姜汤端过来。暖暖的，真是舒服。喂，思婷，你怎么不喝啊？哼，你别管他，还不是因为他的那个妈。爷爷，我吃饱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奇怪，思婷平时对他爷爷言听计从，今天难道有八卦？什么？思婷他爸还没离婚，那碧珍就怀孕了？那他妈妈生气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换做谁能受得了啊？哎，就是呀，大太太的性格呢，就是太要强了。说是给庭少熬姜汤，结果人就从楼上跳下来了。从那以后啊，庭少就不吃姜了。老爷也觉得大太太丢了思家的脸，不许我们提她。看来这豪门大少也不好当啊。你要谋杀亲夫啊？这是姜汁可乐，你不是讨厌姜味吗？可乐的味道正好可以盖住它。这碗要多少钱？我转你。你爱喝不喝？思婷，这个世上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用钱来计算的。现场安保这么严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不管了。这幅刻贴是真迹没错，可以上拍照。哎，梁教授，您这个放大镜还蛮特别的嘛。是吗？这是一位老朋友送我的，全世界仅此一幅。哎呀，我看这镜面有点脏啊，我去帮您清洗一下吧。嗨，拜托你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梁教授说这幅月中刻帖还有些细节想要再确认一下，让我来看看。梁教授的东西你总认得吧？好吧，那你抓紧时间，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反正这刻贴都是协会的东西，我换一下，应该也不算是偷吧。这有可能是买主一辈子的积蓄啊！贩假者固然可恶，可利用自己的学识制假作假者更是十恶不赦。万一我仿制的那副刻贴也这样被人买走了，梁教授，刚刚我把真的换下来了，假的在上面。难怪你突然说什么给我洗放大镜，原来是为了做这种事儿。许许，你知道送我放大镜的老朋友是谁吗？是你父亲。我时刻把他带在身边，就是为了警示自己。没想到你却走了他的老路。哎，我现在就去把它换回来。下一件藏品，月中刻贴。完了完了，这次我真的是死定了。下一件藏品，月中刻贴。我出1000万，我出3000万，我出5000万。我这几个破字哪里值这么多钱啊？我出8000万。这位先生出价8000万，还有更高的价格吗？8000万，就算我连牢底坐穿都还不上了。8000万一次，8000万2次，8000万。这是点天灯，司总，您确定吗？司庭，点天灯，即使出到天价也会压你一头。今天真是开了眼界。没听说私家大少喜欢古玩呢，这是怎么了？那个，你煮的姜汁可乐我都喝完了，谢谢你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字帖，不如我拍下来送给你，反正也不值几个钱，就当是我给你。这可是国宝，它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买卖，文化是要被传承，让更多人了解的，不是私藏的炫耀品。恭喜司总以9000万的价格拍下这幅月中刻贴。各位，这幅刻贴我将以我太太的名义捐献给华国博物馆，因为文化不是买卖，而是传承。思婷，思婷，谢谢你，还好有你，不然我就完了。天少，你这招真是太犀利了！捐献的消息一出啊，咱们公司股价立马就涨了好几个点。这次的董事会啊，那几个老家伙肯定没话说了。雪雪，司总，您可真是会做生意啊！不，雪雪，我没想过这样。雪雪，啊！梁教授，我把刻贴换回来了。刚柔并济，豪放肆意，短短3天内，竟能将其中的笔意临摹得如此传神，甚至做旧痕迹都即可乱真，这份悟性实属罕见。梁教授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也就不再敢犯了。这几天谢谢你的指导。等等，身为我的助教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您的意思是，我以后可以继续跟着您？哼，臭丫头，你有这么好的本事，以后要用在正道上。那我帮您推。徐雪，这次的刻贴事件虽然有些波折，但完成的也还算不错。这段时间你先在私家潜伏，如果有新的消息，我会和你联系的。好，
甄姐，总之你一定要相信，我真是看到那个女人带着平安扣才动手的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家里那位少奶奶又是谁？不知道啊，说不定是假货来的。废物！哎呀，总算能休息一下了。今天我得好好庆祝一下。既完成了协会的工作，以后又能跟着杨教授好好学习鉴定技术，真是双喜临门。服务员，再来一杯芒果汁。这个程许许不是芒果过敏吗？难道真的是个冒牌货？许许啊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是？哎呀，我是祥叔家的简妮啊，小时候就住在你家隔壁，你忘了？现在是越长越漂亮了，比小时候漂亮多了。要不是你那个平安扣，我是真的认不出来你。不是吧？遇上真心娘的发小了，这次我是真的完了。简妮呀，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听说你现在是嫁到私家了，飞上枝头做凤凰，也不说带我去见识见识。这个好像不太方便吧？方便？怎么会不方便呢？许许啊，这可不是我们私家的待客之道。走啊，我们一同回去下午茶。许许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能在湘江见到你。你怎么连名字都改了呢？那个算命的说这个许比较旺我。难怪呢，难怪你现在都成大少奶奶了。哎，你那个疤怎么样了？你那个疤怎么样了？都是我当年不好，跟你抢东西玩，害你摔跤，在这儿留下那么大一块疤。哎呀，许许啊，这么大个事儿，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？都是小伤，早就好了。女孩子身上哪儿有小伤啊？这样，刚好呢，我这里有一款药膏，祛疤呢是最好的啦。哎，不用了，小妈，这个伤口很小的，它早就淡了。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的嘛。来，我帮你看看。不用了，小妈，不用，我就帮你看看。不用了。居然真的有疤！小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怀疑我是傻的？没错，我怀疑你，不应该吗？玉珍，你好歹是他们的长辈，又在胡闹什么？爸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怀疑我们全家都被他骗了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把话说清楚。您记不记得，他家里人来信说程许许芒果过敏，但是我今天亲眼看见他在酒店偷喝芒果汁。喏，湘江酒店，整整3杯。许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爷爷，他没错，我确实是芒果过敏，但我是吃了抗过敏药的。小妈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下等人，配不上你们私家，但你怎么可以这样诬陷我？小妈，如果是因为我当上了私家继承人让你不开心，你只管冲我来，不要针对许许，她是无辜的。我娶她
也不是因为他有平安扣。好啊，好一个豪门大情圣啊！你敢说他要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乡下妹女会娶她？搞慈善吗，我的司大少？好了，我还没死呢。李真呐，我看你这段时间需要好好休息休息了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家交给徐徐打理。爸，今天还好有你在，不然我就露馅了。不过你的技术还是挺不错的。哎呀，小妈，我肚子好痛啊！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哎呀，好痛啊，痛死了！我先走了，待会儿见。思婷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跟我走。哎，少奶奶，你最好有什么大事，庭少马上可是要谈上亿的合同。会议先推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个人资料：程许许，颜无许，潮州人，擅长功夫茶。喂，这好歹也是你的真老婆，你也要记一下吧。颜无许，潮州人，擅长功夫茶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们可是夫妻情深。哎，他小时候受过伤，在锁骨下方有一道疤。你干嘛？你疯了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个大色狼！别乱动，画不好我可不负责。你有必要靠得这么近吗？不是说夫妻情深吗？就当提前排练了。程许许，我们也算共度难关了，要不我们就此讲和？讲和？其实我很感谢你给我煮的姜汁可乐。那天我拍下那幅字帖，不是为了讨好谁，也不是为了顾家。我不希望你对我产生误会，这对我们假扮夫妻没有好处。你说的对，既然要演，那就好好演。之前是我太想当然了，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约法三章。第一条，我们既然是假夫妻，就不许动真感情，更不能爱上对方。你放心，我对有男朋友的女生不感兴趣。第二条，我们两个日常生活必须保持安全距离。你不许对我有肢体接触。那我们怎么演下去？必要的时候，你看我眼色行事。好。哎，第三条，我的工作、朋友还有兴趣爱好，你都不许干涉。那还有第四条，我的生活费还有陪你应酬，都全部由你买单。但是我的小金库，你不许查。那今天算你陪我出席活动，需要给你多少钱？今天算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出席，你就出一半吧。好，我能不能加一条？你说吧。你少跟那个郑凯文见面。哦，我这么说是为了避免狗仔拍到你给我戴绿帽子，对我们私事的声誉有影响。绝对没问题。好，那就这样。答应的这么爽快，却还要拼命帮他还债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
看来马上就能把外婆接回国了。大少奶奶，不好了，你快出来看看吧！这个方案我提了7次，为什么你次次都驳回啊？还说你不是针对我？司总，你是不是做慈善把脑子做坏掉了啊？明珠岛那块地根本就没有什么开发价值，直接改成垃圾场最好。我不会采纳你的提案。司天，你要不要这么专制的？叫你做总裁而已吗？不是叫你做皇上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整个司家都要被你玩完了。敢问林少，你觉得司家应该怎么做事？当然是把资金留下来，跟老外做国际大生意，这才是我们司家该走的正路。你那所谓的国际大生意，难道是丢弃自己的根本，跪着去迎合别人吗？明珠岛不是一块可以随便买卖的地皮，它连接着的不只是海岸线，还是我们几代人的根。说得好，爷爷，你个铺盖仔！啊，爷爷，司家怎么出现你这么个败类？从今天起，公司你就不要去了，在家给我好好反省。啊，阿婷啊，爷爷给你选的这门婚事，没错吧？徐徐是怕你吃亏，特意请了我来撑腰。这样的老婆，你哪里去找啊？啊！你做的对，我们司家做生意就得腰板硬，不能总看眼前这点小钱。是，爷爷。这下个月呢，就是我的寿宴了。我打算捐出一尊辽代的寿星木雕，也算是为自己积点福德吧。徐徐啊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，你可不要让爷爷失望啊。金漆木雕讲究雕、镂、贴、漆、金，其中镂空雕的技法堪称一绝。这艘木雕船看起来真是气势磅礴。木头有灵，做人呐，最要紧的也是一颗心。古玩呐，固然价值连城，更有价值的是师傅们手艺与心血，同样值得我们守护。哈。干嘛？你也赶我出家门？我无心的，二少，是大少奶奶吩咐，把家里打扫干净，迎接老爷70大寿。行，知道了。哎呀妈，你还有心情喝咖啡啊？司爹和程旭旭已经骑到我们头上了，再接着下去我们就要被赶出家门了。乖儿子，妈妈今天就教给你一句话，叫登高跌重。先让他们风光几天，这人呐，越是得意就摔得越。等寿宴那天一到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脸在司家立足。哼！哎呀，大少奶奶真是伶俐呀，难怪司老中意。大少奶奶不好了，快去看一下吧。怎么会这样？马上联系藏家，无论以什么价格，买个相似的木雕送过来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有更好的办法，保证爷爷会喜欢。诸位，今天是我70的大寿，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多老朋友、晚辈齐聚一堂，我心里非常高兴啊！几十年来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，全凭大家的担待。今天呢，我也备了一份生日大礼，在这里当场捐献出来。你说会是什么呀？是啊，这件木雕价值连城，但重要的是，它寓意着长寿安康。我希望把这份心意留给大家，也留给司家。现在，请大家和我一起揭开红布。就是一艘破船？不会吧？
这种现代工艺品也能拿得出手？我看这是私家是不行了吧？许许，我那寿星木雕呢？爷爷，许许，你要是做不到，你就说呀，何必要逞强呢？害得私家在这么多宾客面前颜面尽失啊！这是私家请了个扫把星进门呐！这种女人要在家里啊，这家产啊，早晚要败光。四郎，不如就趁着今天啊，把她逐出家门吧。思婷，你没事吧？大家有所不知，这艘木船意义非凡，是我太太为了庆祝爷爷大寿特意找来的。没错，因为它来自于爷爷的故乡潮州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人，心中始终都装着一份对家乡的思念。这木雕虽然朴素，但它却承载着我们最真挚的心意。它是我们敬献给爷爷的一份思乡礼。好，孩子们竟然有这个心意，我先捐出7000万，专门用来资助潮州木雕的发展费。哎，四老，刚才都怪我们有眼无珠啊！对，您老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思婷啊，这几个人眼光不行，我看我们私事以后就不要和他们合作了。各位，我代表私事集团邀请大家共同举杯，为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，也为全世界的华人有心安归处的那一天干杯！钟凯文，他怎么来了？张旭旭，这就是你说的约法三章。我过来一下。不是说好的手机联系了吗？你这样，思婷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讲信用的人。哎呀，出大事儿了！看这个，今晚10点，湘江码头仓库。今晚10点，湘江码头仓库。你要跑路啊？是交易。协会一直暗中假扮买家，放出风声，就是为了能调出偷古玩的幕后黑手。今晚他们终于沉不住气了，答应见面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们想让我去充当这个买家？哎，不过你放心，有关部门已经介入了，只要发现卖家手里有那批古玩，他们就会立即出手抓他个人赃并获。到时候你就可以和外婆团聚了，再也不用在私家养无间道了。太好了！你知道我在私家过得有多难吗？我怎么感觉你过得挺好，脸都变圆了。你说什么？不是，注意身份，你现在可是私家少奶奶。亲我不知收敛。哎，田少，之前有人利用私家码头走私古玩那件事，我们查到了。今晚他们在这儿交易。奇怪了，已经到点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田少，已经10点10分了，不急，先进去看看。怎么会是思婷？这幅刻贴我将以我太太的名义捐献给华国博物馆，因为文化不是买卖，而是传承。你那所谓的国际大商，难道是丢弃自己的根本，跪着去迎合别人吗？为了全世界的华人都能心安归处的那一天，干杯！这不会就是钟凯文说的人赃并获吧？思婷！
快走！陈许许，都叫你走，走。陈许许，庭少，暂时还没有查清楚少奶奶今晚为何会出现在码头。你说会不会是二太太派来的？不可能。如果她真是小妈派来的，当时怎么会叫我走？现在又怎么会躺在那里？我再去查查。是你啊，司大少，要不要坐我的车呀？这是姜汁可乐。思婷，谢谢你。思婷，快走！庭少，少奶奶醒了。你是谁啊？少奶奶失忆了。医生，这正常吗？胸口中枪导致的创伤性休克，失血缺氧，再加上心理应激，都有可能影响大脑功能，出现暂时性失忆。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，才能判断恢复情况。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了？许许，你别怕，这里是医院，我是思婷，我是你的丈夫，我很爱你。医生，这真的正常吗？庭少，少奶奶身份还没确认，你不能……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庭少，你是故意的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可能爱上？难道你还看不出来这里是医院，她需要安静的休息，而你很吵。庭少，少奶奶她是有男朋友，等她想起来，你怎么办？那要你管。她现在失忆了，我才是正牌男友。只要能让她爱上我，以前的人和事，我都会处理干净。许许没事吧？怎么会突然中枪呢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就是啊，这么晚了，跑去仓库做什么呢？是我不好，约了人在仓库谈生意，许许去找我，才发生了意外。这件事我们已经报警了，爷爷，小妈，许许才刚出院，我先扶她回房间休息了。好，慢点儿。你确定看到程许许叫思婷快走？千真万确，本来以为程许许是买家，没想到思婷却突然惊现了。他们两个肯定是一伙，为了避免暴露，我就躲了起来，还对程许许开了一枪。你是手抖啊，还是老花啊？这都干不死他？甄姐，当时真的太黑了，我又隔得远，不然我再去杀他一次。闭嘴吧你！总之，现在风声紧得很，还是先把那串古玩运回老家。我倒要看看这两个小兔崽子还能玩出什么花招。
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快回去睡觉。我们吵架了。你为什么要跟我分床睡啊？他以前睡沙发也这样。我亲自陪睡，牺牲这么大，怎么什么证据都没有啊？那我失忆，岂不是白装了？陈雪雪，你搞什么呢？装失忆这么老套的点子你都想得出来？大哥，拜托你好好想想，如果思婷真的是幕后黑手，我要怎么解释我会出现在仓库啊？而且我现在这样，他不会防备我，不是更方便我去找证据吗？行，你要是真是这么想就行，你可别当少奶奶，当上瘾了就行。书房里找不到证据，办公室里总能找到吧？他们的关系有这么好吗？少奶奶，庭少和二少爷只是来这儿谈生意，您何必跟踪他们呢？谈生意，在这里啊，肯定有猫腻。走。只要我还在思家一天，思家就不可能做这种卖国的买卖。你在我水里下了什么？礼是我哥吗？给礼用的肯定是最好的，进口货来的，保证你欲仙欲死啊！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听你的？知道你能耐，就是不知道爷爷看到你的桃色新闻之后，还认不认你这个继承人啊？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蠢，没想到你竟然还这么下贱啊！手机给我，不然下一个碎的就是你的脑袋啊！给我！思婷，思婷，思婷，我去叫医生。等到黑夜吞噬长街，邊燈影與我拉扯。能否停下？思婷，你別這樣，我害怕。褪去熱烈。对不起。凌晨4點，我看見海棠花未眠，淚如洶湧，回憶起共你那些。凌晨5點，像洪水，這思念。思婷，你還好嗎？凌晨6點，太陽升起在海平面。思婷，雪雪，别担心，我没事了。思婷，思婷，
真是个破该呀！我们色家怎么会出现你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东西？今天我就要在列祖面前，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四二公子深夜肉搏相见，全裸 Chuck 寻便利店，市民无端端被派彩蛋。你看，还有一个阿婆，她被吓得连鱼蛋都掉了。你看的。少奶奶，我已经让人把二少给绑起来了，您看要怎么处置？既然他这么爱走私，那就让他走个够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！哇，快进吧，42上好几裸奔！别乱拍了，滚！男的女的？爷爷，都是这个女人，是她害的我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诬陷你大嫂？难道是人家替你脱光衣服的吗？私家除了你这么个败类，有本事你就在爷爷面前把你干的破事都说出来啊！爷爷，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看到。事到如今，最关键的是挽回私事的声誉。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专门寻找流散在外的古玩，邀请业内各位专家来鉴宝、收购并捐赠给国家。只要让大众了解到我们私事真正的责任与担当，这种不入流的花边新闻自然会被压下去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没想到你对古玩还这么上心啊！以前呢，我只觉得它们是精美的工艺品，但自从认识你之后，你让我重新开始看待、欣赏，也了解到每一件古玩背后都是有故事、有文化、有传承的。那如果有一天有人借私家的名头去走私、去制假贩假呢？你会怎么办？只要我还在，绝不会让私家走上歪路。这人要么是真的干干净净，要么就是影帝。你看这个，这条是羊腿，真可爱。古玩无论是不是名家之作，它都是穿越岁月而来的见证，自有其独特的价值。今天的鉴宝大会也会秉持着公正和敬畏之心，对每一件古玩都一视同仁。这女人也能鉴定古玩，可真是新鲜呐！是啊，之前都说她眼光独特，之前见过几次都没有出错。程旭雪，你给我出来！程旭雪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个不懂装懂的假专家！你们私家的鉴宝大会就是个骗钱的草台班子！喏，就是他，我花几千万买的宋代青瓷瓶，他瞄一眼就说是赝品，开什么玩笑？这要是看走了眼，私家刚刚组建的基金会可就不是丢面子的事儿了。让一个女人顶大局，这顶得住吗？今天我请来了金石社的社长韩老先生，让大家开开眼，什么是真正的行家。这尊宋代青瓷，瓷质细腻，流线通体通畅，造型端庄浑朴。敢问司少奶奶，你凭什么说这是赝品？这手法。 这手法难道是失传已久的常家绝学，束手断右？ 素手断右，这是什么？ 这是赝品！ 素手断右，这是赝品！ 这手法难道是失传已久的常家绝学，束手断右？ 这手法难道是失传已久的常家绝学，束手断右？ 这手法难道是失传已久的常家绝学，束手断右？
可程之洞已经生死不明多年，况且古玩鉴定只传男不传女，这个黄毛丫头她怎么可能会呢？这瓷瓶釉色虽美，却浮光虚华；胎瓶虽薄，却音色沉闷。宋代瓷器该有的清如天、明如镜、薄如纸、声如磬，它一样都不占。金石社在古玩界虽有威名，韩老您也是德高望重，但是赝品就是赝品。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这不会吧？这金石社在湘江都多少年了？韩老，你不会连这个都见不出来吧？好，既然你言之凿凿，老夫愿意这块玉佩做赌。如果是我看走眼，从此我退出古玩界，也请在场诸位做个见证。这玉佩是金石社的象征，是历代金石社社长才配持有啊。这意思是，这是拿社长来赌注了。这，你们玩这么大吗？你敢跟我赌吗？你敢跟我赌吗？哼，敢！要是他赌输了，我愿10倍赔偿，并且直播向你道歉。10倍？司大少真是大手笔啊！这青瓷瓶可是我花3000万买的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我当然想清楚了，我司庭说得出，做得到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招见分晓。我去，他真砸呀！你疯了吗？各位请看，这瓶底的落款确实是宋代青瓷。那你还说是假的？可是只有这个瓶底是宋代的，这个瓶身是用现代工艺后接的。像这种接老底的造假技术，只有彻底的砸碎。古玩鉴定靠的是眼力、学识还有经验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年轻，说我是女人，可古玩不会因为我的性别而改变真伪。他不认身份，更不认偏见。老夫纵横湘江古玩界几10年了，不想今日栽在你的手里。愿赌服输，从此退出古玩界。韩老，你等一等。韩老，没有谁是常胜将军。今天我能识破，也是靠前辈们留下的方法帮助了我。若您就此退出，后辈们以后就此少了一个可以请教的名师。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呀！思婷，如果我今天真的看走眼了，你可是要赔好几个亿的。你真的愿意啊？我愿意。你们有钱人真的很烦，你就这么喜欢当冤大头啊？我不是当冤大头，我只是相信你。虽然我不懂什么古玩鉴定，但是我相信看你，我绝对不会走眼。所以无论许许在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。见我们最厉害的古玩鉴定师。什么？站在我这边啊？你明明就在我对面。就这样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随时都要一起。我喜欢爱你，外套味道，还有你的怀里。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，那就不用分离。美好爱情，我就爱这样贴近，因为你。
旭旭，你要尽快搜集证据，并以斯泰的名义举报司庭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拿回丢失的古玩。别催了，我会找到证据的。我一定要找到司庭是清白的证据。这批字画帮我运到 A 国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甄姐，放心。这怎么是司庭的名字？不然我写我自己的名字吗？干走私，当然是要找一个好的替罪羊。拜托，再仔细找找证据，司庭一定要是好人啊！这都什么呀？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我们相爱的证据啊！你不是说我们以前很恩爱的吗？那这些是什么？陪司庭和爷爷一起吃饭，费用1000块；陪司庭参加游艇派对，费用2万块。我们不是夫妻吗？怎么我陪你参加活动都要钱啊？没办法，我的斯太太就是这么爱财如命。作为你的老公，这么点小小的要求，我还是可以满足的。你还说你不是什么冤大头？我说要你就给啊！万一我拿这些钱去养小白脸怎么办？以前的事儿，你就真的一点记不起来了吗？怎么，你现在要翻旧账啊？没关系，只要你现在爱我就好。廖秘书，钟凯文有下落了吗？我和徐徐的感情，不希望有人来破坏。庭少，现在破坏感情的人是你。我和程许许是合法夫妻，找到钟凯文，给他一笔钱，让他彻底消失。喂，庭少，楼下前台有人找你，是钟凯文。外婆的生日就要快到了，这条丝巾她应该会喜欢。8000块，这么贵？算了，我再看看别的吧。哟，这不是私家少奶奶吗？怎么连8000块的丝巾都买不起？果然外界传的没错，庭少对你一点儿也不上心。你能嫁进私家，靠的不过是那枚平安扣吧？哪像我和庭少青梅竹马，真正配得上的人只有我。黎贝尔，你这辈子最大的荣耀，不过就是司庭的青梅竹马罢了。你觉得依附一个男人就是风光？但是对不起，我不吃这一套。程许许，湘江不是你会耍嘴皮子就可以立足的地方，没有私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是不是挑拨离间上瘾啊？上次在酒店吃的亏还不够，况且没有私家，我依然是我。私家少奶奶这个名号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所以，钟凯文说的都是真的。程许许，你根本就没有失忆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司庭，司庭，你听我说，司庭，司庭，站住！你都和他说了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用信我呀，但是你真的相信陈许许，一个失忆的人，记得自己的名字，记得如何鉴定，但偏偏不记得你。
天少，动动脑子。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？我当然是为了要钱了。陈旭旭已经很久没有管我了。他在哪儿？我可以跟他解释的。陈旭旭，麻烦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协会不是让你来谈恋爱的。你为什么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呢？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证据？你自己看清楚了。这是昨天晚上 A 国海关查获的一条走私船。你现在应该知道，你拼命维护的到底是什么人了吧？旭旭啊，你以司太太的身份告发司庭，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唯一的办法了。司庭，我们好好聊一聊吧。我们相处这么久了，就不能坦诚相待吗？程小姐，现在该打感情牌了。也是，程小姐一直都是一个情深意重的人，为了给自己的男朋友还债，甚至愿意亲别的男人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倒是告诉我，现在应该说什么台词啊？程旭旭，你这么骗我有意思吗？如果你想要钱，你可以跟我直说，3000万、5000万、1个亿，不管你要多少，我司庭都给得起。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，只好攥紧双手，任泪横流。你说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别回头。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感谢4大少的慷慨。不过我这一次要的不是钱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你坐牢去吧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不同意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不同意你们离婚。爷爷，爷爷，司董事长是突发心脏病，现在不能受一点刺激。无论他说什么，做什么，家属都要尽可能顺着他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谢谢医生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你醒了。阿婷、旭旭，我不许你们离婚。爷爷，我们已经和好了。啊，之前司庭惹我生气，已经道过歉了，我们不会离婚的，放心吧，爷爷。我不信，除非你们亲一个给我看看。爷爷就喜欢看你们感情好的样子。下周我们一起回老宅祭祖。程小姐真是越来越有少奶奶的样子了。要是眼神不好，就找个大夫看看。这点看病钱，私家少不了你。啊，我说错话了。温凯文，都说了我现在在潮州，要告发总得等我回湘江吧。而且四爷爷身体还没好，我们岂不是害了一条人命？万一四爷爷他什么都不知道，爸，哇！旭旭啊，哦，你看，宋代瓷器的用色和器型都清雅端正，就像一只青竹，百折不挠，自有风骨。对，我们做人呐也如此。你爸爸是卖国贼，你就是小卖国贼，我才不要和你做同桌。我爸爸真的是卖国贼吗？
百折不挠，自有风骨。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徐雪，就知道在这偷懒，祠堂还没打扫呢。他怎么会在私家老宅？少奶奶，快回房间休息吧。这些不听话的下人，我来管教就是了。什么下人上人的？大清早就忘了，人人平等，懂不懂啊？啊，我又说错话了。老程，这香炉记得好好清理一下，明天太太要上香了。司太太，我程家祖传的青花梅瓶已经被你骗走了，你还找我做什么？比起这青花梅瓶，我更看重的是你剑宝双绝的手艺。呸！我绝不会和你同流合污，知假犯假。程先生，我知道您一身傲骨，不屑于做这种粗制滥造的玩意儿。只是啊，我手里偶尔也有几件好货，也想请程先生帮忙长长眼。事成之后，您这家传的青花梅瓶，我一定双手奉上。可如果您不给面子，就休怪我无情了。为了拿回青花梅瓶，我被当作鉴定工具整整15年。今天，老天爷开眼了，让我再次见到了许许，我死而无憾了。江碧真，明天上香之际，就是你这死期到来之时。请长家太太上香。今年的虾让许许来吧。这个家迟早是年轻人的。许许，上香事大，可别乱了分寸。知道了，小妈。你干嘛？快放开你的脏手！他和思婷也有关系，难道是他们在一起倒卖古玩？今天怎么回事？你明明已经把炸药藏到香炉里了，为什么没有爆炸？是吗？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炸药放进去不到10分钟就被我们发现了。幸好被发现了，不然许说，你炸药哪里来的？当年堂堂剑宝双绝之一的长之洞，为什么会在私家老宅？还听小妈的话，这一切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知道我？那许，你刚才搂着他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你把他怎么了？庭少，少奶奶她非要过来，我……思婷，你和这种人搅和在一起，倒卖古玩的事，你果然脱不了干系。许，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，等我回来再慢慢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聊什么聊？我不了解你，难道还不了解他吗？他就是个卖国贼。你们认识？我倒宁愿自己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他。
对吗？旭旭，你还愿意认我？躲开！思婷，庭少，他还没跑远，快追！思婷，你干嘛自己跑啊？你才刚见到你爸爸，肯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我可不能让他死在你面前。可是，我都骗了你，为什么你还对我这么好？傻瓜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喜欢你。所以，从头到尾，您都不是卖国贼。思婷也和倒卖古玩的事没有关系。从头到尾，幕后黑手都是小妈。唉，这些年我虽然没有帮他制假贩假，可经我鉴定，被倒卖出国的古玩也不在少数。爸，您放心，不管花多少时间，我都会把那些古玩，还有我们家的青花瓷瓶找回来的。哎，思婷，思婷，你醒了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我去通知廖秘书。思婷，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和我爸冰释前嫌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吧？事情就是这样了。所以你和钟凯文也是假扮情侣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空关心这些？好了好了，言归正传，事关私事的声誉和未来，我们应该把小妈做的事情尽快告诉爷爷。不管怎么说，碧珍毕竟都是你们的长辈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要乱讲。可是爷爷……好了，不聊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阿婷、许许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还来打扰爷爷，恐怕有些不妥吧？小妈，你不必再惺惺作态，有些事情你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哼！哼！妈，他们不会真的跟那老头说什么吧？傻孩子，怕什么？你妈我自有高招。哼！今年的祭祖仪式圆满结束，你们辛苦了。爷爷，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当着私家列祖列宗的面说清楚，否则我怕我们私家会一天不如一天。思婷，我已经说过了，空口无凭，不要再提了。爷爷，爷爷，人正在这里。司老爷子好，我是程之洞。难道是鉴宝双绝之一的程之洞？你不是失踪多年了吗？怎么会？没错，程某年轻的时候确实有点虚名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会被江碧珍设计陷害，沦为他倒卖古玩的工具。碧珍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的吧，阿婷，我知道你对我向来不满，但没想到你居然会这样来污蔑我。事到如今，你的事我也没办法再隐瞒了。爷爷，这是我刚抓到的，思婷干的那些好事，她自己心里清楚。庭少，是我没有。
你让我杀害甄新娘，找程旭旭假扮替嫁的事儿，太太都知道了。什么替嫁？是啊，老爸，我早就说了，程许许这丫头来路不明。而且你想啊，程许许、程之栋他们都姓程，说不定就是思婷特意找他们父女俩来骗您的。爷爷，你听我说，许许，你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没错，我就是替嫁新娘，程之栋，也是我的父亲。爷爷，许许替嫁的事情纯属是意外，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。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小妈。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里诬陷我妈？你说你不认识她，那她手上为什么会有私家的纹身？阿林，你不是说这个人是你刚抓的吗？他身上有什么，你怎么会这么清楚？难不成你们两个很熟？是啊，有私事的纹身就说明是私家的人，那你还是私家的二少爷呢。指使他杀人的人也有可能是你啊。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呀？说，你认不认识我？认不认识我？你认不认识我？认不认识？珍姐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碧珍，真的是你？我不认识他。开始思婷和徐徐告发你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，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是一时爱慕虚荣，真心并不坏。没想到，你怎么能做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？滚！程许许，你阴我！碧珍毕竟是你们的长辈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能乱讲。可是爷爷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爷爷，如果我就是证据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对不起，爷爷，一直以来我都骗了您，我不是您青梅竹马的外孙女，真正的新娘，在结婚前就被小妈派去的杀手给杀害了。那你嫁来思家，就是为了帮他拿到继承人的位置？我来自建德古玩协会，是程家素手断釉的传人。之所以我会来湘江，是为了寻回我们丢失的古玩。爷爷，这是 A 国海关查获的一艘走私船。这是小妈伪造我的签名，签发的货物清单。这些也只不过是一面之词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相信？如果思家冒出这样的丑闻，那么整个思氏集团的损失，以及我多年来的心血都会化为乌有。这些你们考虑过没有？爷爷，我知道您最看重的就是思氏集团，可如果任由小妈这样的人打着集团的幌子，做着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思氏还有未来吗？而且，爷爷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更是一位爱国的华人，不是吗？哈哈哈，我果然没有选错继承人，也没有替你选错老婆。接下来你们想怎么办？小妈，事已至此，你自首吧。你在教我做事吗？你这个冒牌货！司老头，这么多年了，要不是你一直偏心，我会做这些。你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我在司家做了这么久的掌家太太，你们真以为我是吃素的吗？走。定时炸弹！许许，爷爷，妈，闹成这样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在湘江还有一批货，有了它，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走。等一下，
旭旭，爷爷先走。爸，我们一起走。一定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爸，你别管了，快走啊！哎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。爸，我求你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了，爸。许许，你听我说，青花梅瓶不仅只是国宝，这种釉上彩是程家的绝学，天底下仅此一件。这些都不重要，爸，我只想要你，我只想要你，我只想让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。许许，许许，快把他带走！走！爸，不要，你要你放开我，爸！走！不要死，救我们！快走！青花梅瓶，我终于找到了。许许，你一定要带着它回家。哟，思婷，现在公司是我妈说话，你要识相点，赶紧拿上你的东西滚吧。爷爷不在，我才是思家的继承人。开什么玩笑，思婷？你现在不就是条丧家之犬吗？那再躲在这儿，我叫保安了。还说爷爷最疼你，结果遗嘱上连你的名字都没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许许，你怎么来了？许许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协会已经决定恢复你父亲的名誉权，当年的真相也会被公之于众的。不过还有件糟心的事情，江碧珍会在下周捐赠一尊由你父亲鉴定的永轩抱月瓶，一旦仪式顺利举行，他就会彻底洗白，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抓到他的把柄。他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我一定会为我的爸爸报仇，也会让所有的古玩都回家。许许，时间紧迫，就靠你了。爸爸，我真的能够做到吗？好了，钟凯文，你不要再给我上压力了。许许，外婆，外婆，外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好想你啊！思婷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听说你压力很大，不吃不喝，外婆很担心你啊。她都和你说了。思婷这孩子长得官子鼓鼓的，细心又稳重，就是有点闷，不会说话，像你爸。许许，这是你爸送给你妈妈的定情信物。他一直都相信你爸他不是坏人，有些爱会一直埋在心里的，就像你外婆一样，她虽然忘记了很多事情，但她一直都记得你。外婆，我一定会带你回家。哎，栩栩如生，这是你爸妈给你的祝福，他们希望你可以活得栩栩如生，多姿多彩。栩栩，你一直是有人爱着你的，爸爸、妈妈、外婆，还有我。
等一下，不对啊，不能亲吗？你看，这刻章的刻法是阴刻，但是刻出来的文字却是阳文。这是我爸爸化用了陈家釉上彩的独门绝学双向釉，果然，这刻出来的文字是阴刻，但经过特殊釉层处理之后，视觉呈现的却是阳印效果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找到小妈的罪证在哪儿了？各位来宾，你们好！能够以这尊永宣抱月瓶献礼祖国，是我个人以及我们司氏集团的荣幸。听说这只玻璃瓶可是有史以来尺寸最大的一件，传世之物，真是少之又少啊！司太太有心了，一个假货也敢拿出来卖，一个假货也敢拿出来卖。喂，你们俩别在这发癫啊！司礼。阿婷、许许，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偏见，但是司家向来都是很欢迎你们回来的。你们说这尊抱月瓶是假货，湘江可是法治社会，讲话要有证据的。许许，这尊抱月瓶我们反复鉴定过，确实是真蓝。别怕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如果我说真品在我手上呢？这尊抱月瓶当年是由我父亲亲手进的，他担心国宝被小妈转移到海外，特意将它换出来，并且把藏匿地点用暗语告诉我。昨天我终于破解了这个暗语。小姑娘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就是，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？哎，以程兄的技术水平，确实有这样的可能。许许，你把真品拿出来，一验便知。验个屁！司夫人，既然是国宝，真假总得分个明白。若真是误会，那对您来说是最好的澄清了。当然，那就验。爸爸，你在天有灵，请你带我找到真相。这整块汉白玉雕刻的抱月瓶，可是真正的国宝啊！监公开握，实属罕见啊！这落款处的釉上彩，是我程家的独门秘法。世上仅存一件青花梅瓶能保留至今。这尊抱月瓶是我父亲程之洞为了保护国宝留存最正的仿古之作。这陶土果然是现代的，想不到程兄的技艺如此精妙，竟然连我也骗过去了。这就是碧珍这些年来走私古玩、制假贩假的账单。他多年来胁迫我的父亲同流合污，这些年来干的全部都是玷污文物的勾当。小妈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收手吧。司太太，这是真的吗？请您回应一下。是真的又能怎么样？老爷子已经死了，他亲手在遗嘱上写下的继承人是司林，那是我儿子，坐牢而已。哼，等老娘出来了，照样有大把钱花，我照样是上等人。谁说我死了？谁说我死了？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哪来的遗嘱啊？碧珍，
警局的笔迹鉴定，那可不是儿戏。老东西，居然没死！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爷爷，小妈现在正春风得意，要不我们就将计就计，看看她还有什么后手。你觉得你在私家待的久，就什么都知道？老宅有密道，私家有祖训，以诚立业，以信传家。如此不仁不义，真是天理难容。蒋比真女士、司林先生，你们涉嫌走私古董，故意伤人，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们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走。爸爸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做到了。今天，我代表司氏集团正式宣布，设立古玩守护基金，助力流失古玩的追索与保护，让每一件承载历史的珍宝都有回归故土的那一天。我也代表建德古玩协会，将程家的藏品，还有协会历年来收藏的珍品，全部无偿捐献给我的祖国，让他们回到属于自己的港湾。雪雪，恭喜你，任务圆满结束了。在听什么歌？愿我会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兩人住，活到1000歲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邊多樂趣。这是什么歌啊？拜托，这么经典的歌你都没听过啊？走过了风风雨雨，看过了高。程旭旭小姐，我真的很需要你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可以和你约法三章。什么？第一条，我们是真夫妻，必须要有真感情，要永远相爱。第二条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会尊重你，爱护你，不做任何你不喜欢的行为和举止。第三条，我会尊重支持你的工作、朋友和兴趣爱好。还有第四条，你的生活费啊、陪我应酬啊，都由老公来买单。另外，你的小金库我只补充，绝不干涉。最后一条，思婷愿意永远为程旭旭兜底，愿意永远站在程旭旭小姐这方。程旭旭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思婷，你一直都很会做生意，你知道的，我一定会愿意的。司总，合作愉快。这份契约永久有效。我與你永共聚，分分鐘需要你，你似是陽光空氣。